那天晚上，我最后一单外送的客人，地址写的是7楼，可是那栋大楼只有6楼。我叫黑竹，22岁，夜班外送员。那天是周五，凌晨1点多，街上异常安静，手机跳出通知，仁爱路 XX 巷13号7楼。这种怪单，以前偶尔也遇过，多半是系统出错或者恶搞。但月底快到了，没心情多想，还是接下来。骑到巷口，冷风直灌脖子，机车灯照过去，路边积水反着黄光。这地区我来过几次，白天还有点人烟，深夜却像另一个世界。废弃工厂铁皮在风中拍打，响声空洞。我只想快点把餐送完回家洗澡睡觉。找到13号公寓时，楼下铁门扮演着，门口贴着失踪猫启事和泛黄旧海报。走进去，楼道里有种湿冷的霉味，电灯忽明忽灭，脚步声在水泥地板上回响。那部电梯外壳斑驳，门合上时还咔一声，像卡住什么。楼层面板只到6楼，但我还是下意识按了7，本来没灯的7，突然亮起来，一小撮冷光，让我心里一阵发凉。电梯缓慢上升，数字一个个闪烁，到6楼后，显示器数字在6和7之间反复跳动。电梯镜子里，我的脸色苍白，轮廓模糊。突然，镜子的背景里浮现一个影子，微微晃动，像有人站在我后方。那影子轮廓模糊，却能隐约看见一只手慢慢地朝我伸来。我双肩僵硬，盯着镜子，影子的手指就在我脖子后方徘徊。我屏住呼吸，转身去看，却什么都没有。回头再看镜子，影子已经消失，只剩我自己苍白的脸。耳边像有声音，快点快点，分不清是风声还是谁在说话。电梯门叮一声打开，显示器上17，但门外走廊异常灰暗，灯光昏黄，只有尽头一户透着微弱灯光。我走过去按门铃，等了很久才听到锁舌转动声，门慢慢拉开，一个女人探出头来。她穿着泛黄睡衣，脸色白得像纸，眼睛睁得很大，她只露出半张脸，看不清年龄。送来了吗？她的声音像隔着棉被传来，虚弱又空洞。我把餐递过去，手背碰到她的指尖，冰得像泡在水里很久。她没有直视我，只是低头接过袋子。那一刻我想问她，这里真的是7楼吗？但嘴巴干涩，什么都说不出来。她站在门缝里一动不动，灯光下眼神空空的。门快关上的时候，她喃喃说了一句：你不该来的。那部电梯，我再也不敢踏进去。门刚打开的一瞬间，我几乎是逃出来的，脚步慌乱地往楼梯间走去，心里只剩一个念头：不要再回头。我选择走楼梯下楼，楼道里空无一人，每走一步都能听到自己鞋底和阶梯的黏腻声。公告板上贴满旧通知，字迹模糊。到了大厅，一个年约60的警卫正窝在玻璃屋里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神情有点困惑，像是认不出我从哪冒出来。你刚才是不是从上面下来？他语气里有股说不出的迟疑。我犹豫了下，没直接回答，只说送外送，最上面那层。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低声说：有些楼层晚上最好别搭电梯。我一时不懂，只觉得他语气怪异。他接着装作无视，低下头翻阅报纸。我想追问，他却再不看我一眼，只是手指不自觉地绕着佛珠，仿佛在祈祷什么。我骑回家路上，脑子还是空的。回到家洗了把冷水澡，心跳才慢慢恢复正常，可脑海里不断浮现那女人的脸，那影子的手。我把手机历史订单翻来覆去找，却找不到刚才那笔单，只剩下截图里那串怪异的地址：仁爱路 XX 巷13号7楼。地图上根本没这层。我上网查那栋公寓，发现3年前7楼曾发生过命案，死者是年轻女人。论坛上流传，夜班外送员如果遇到不存在的楼层，收餐的那个人其实早就不在这世界。我头皮发麻，
赶紧合上笔电，可那女人声音一直回荡在耳朵里：“你不该来的。”凌晨1点多，我正窝在沙发上发呆，突然手机荧幕自己亮了起来，外送平台跳出一笔新订单，地址仁爱路 XX 巷13号7楼，预计送达时间2点30分。我愣住了，这种时候怎么还会有单？荧幕白光中忽然闪过一张女人的脸，苍白无声，贴着玻璃对我微笑，她的手指缓缓在荧幕背后划过，像是在等我回应。我惊恐地发现，平台派单时间永远都卡在凌晨1点整，而那张脸还在等我回去。如果你深夜也接到这种单，记得不要迟到，因为昨晚外送平台又拍给我一单，地址还是那个7楼。